以梗闻名的周周居然藏着这么多彩蛋，泡沫老师平时到底看些什么电影？一口气看完周周系列中的经典影片致敬。第一部《异形》系列出自战斗潮流的第一集中，是比特瓦根财团在墨西哥所发现的猪之男远古遗迹。其内部形象参考了美国1979年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科幻惊悚片《异形》中工程师一族的飞船内部，同时在星辰斗士中登场的飞虫型替身灰塔，其用舌头攻击的方式也致敬了异形的活塞型口气。荒木老师本人非常喜欢这个系列的电影，其早期作品《八欧来访者》中的生命体就是以异形为原型，而猪之男的强大身体能力可能也有借鉴。第二部《闪灵》出自埃及九人神成员中的阿雷西，在利用赛特神的替身能力把波鲁纳雷夫年龄变小后，阿雷西一路追杀变小的波鲁纳雷夫，将其逼到有窗户和浴缸的房间中，之后用斧头暴力破门和露出演绎表情的一幕致敬了1980年美英合拍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闪灵》中的经典名场面。Here's Johnny。 第三部《龙争虎斗》在佩特夏与伊奇的死斗中，伊奇通过愚者控制沙子的能力骗过佩特夏，并趁机对其腹部造成了伤痕。然而佩特夏并没有任何恐惧，而是用羽毛淡定而戏谑地舔着自己血。这段复刻了功夫之王李小龙出演的动作电影《龙争虎斗》，在对弈中被利器划伤的李小龙神色淡然，一举一动尽显英雄本色。第四部低俗小说出自米斯达的背景和过去。在米斯达17岁时，因为在街上看到打女人的小混混，基于正义感而出手，随后对方3人朝着米斯达开枪，但神奇的是子弹一发都没有击中他。这段经历内在自鬼才导演昆汀的著名影片《低俗小说》中，厕所里躲着的布莱特的同党突然冲出来向朱尔斯和文森特开枪，但一枪都没能打中目标。不过虽然两人的经历相同，但命运却恰好相反。朱尔斯认为这是神迹，并选择金盆洗手，米斯达则是因此踏上了黑帮之路。第五部恐怖蜡像馆出自纳兰加和霍尔马吉欧的战斗中，霍尔马吉欧将被小脚能力变小的纳兰加放入装有黑寡妇蜘蛛的瓶子中，在描述蜘蛛进食方式和纳兰加死状的画面，致敬了2005年美欧合拍佐米希尔拉执导的惊悚电影《恐怖蜡像馆》的电影封面。第六部教父系列众所周知，第五部的黄金之风中有着相当浓厚的黑帮文化色彩，不仅地点选择了诞生出黑手党的意大利，在情节上也多处参考了派拉蒙影业出品的著名犯罪电影《教父》系列。首先是几位老太太向布加拉提求助，希望找出毒贩的真凶，此处致敬了《教父3》中2位老太太向第3代教父文森·克里昂求助，希望他能够出手铲除扎萨。而在结局的最后，当主角乔鲁诺·乔巴纳如愿以偿地成为热情组织的新老板，下属以文手礼表示忠诚与臣服，同样源自《教父2》开头的文手礼，这是凸显教父权威的一个标志性动作。在滚石片的外传中，花店的老板委托布加拉提小队去调查疑似害死他女儿的雕刻家史克里皮。老板自白时的特写长画面致敬了《教父1》开头中的意大利裔美籍守法公民包纳萨拉，在教父女儿举办婚宴的时候，请求教父为他被虐待的女儿主持公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点个关注，了解更多有趣的日漫梗，我们下期见。